胡德全是负责采兵和治兵的，平日里就住在后院替酒楼看守冰窖，没成想竟被活活冻死在冰窖里。现场可有被人动过？没有。醉仙楼掌柜的发现死者后，第一时间报了案，期间并未有人进入。你们来的时候，这冰窖的第一道大门就是开着的。是。快，把这个脚印踏下来。这难道是死者的脚印？不，根据死者的衣服，还有鞋后跟的土痕，行凶人应是将死者在外杀死后拖进来的。第一进大门开的时间较久，门口的冰有些融化成水渍，所以行凶人鞋底的土成了泥，沿路都留下脚印。可是因为他是倒腿拖死者入内，脚印便被死者的身体擦掉。到此处时，行凶人脚底的泥已所剩无几。他将死者放下后，出于某种原因，死者的身体恰好遮住了脚印，行凶人才未能发现。之后，行凶人脱去鞋子，赤脚离开冰窖。就不告诉你，我们小婉儿可是家学渊博。寒冰之刑，果然是按照7重地狱逐层排下来的。郡主，可是未曾见有黑色无意花图案。关上冰窖大门。关门。是六亲不认之。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宁儿，你和燕离去查问一下死者与亲朋好友的关系。遵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等等我！掌柜的，你这酒楼冰窖死了人，恐怕日后生意不好做啊。谁说不是呢？这胡德全活着的时候护海人，死了他还连累我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该一时心软收留他。听掌柜的意思，这胡德全不是什么好人。胡德全本是酒楼的财买，从前嗜赌成性，欠下了巨额赌债，就将唯一的女儿卖去了青楼。谁知他依然不知收敛，不仅输光了女儿的卖身钱，还被庄家打断了腿，险些活不下去才来求我。我见他可怜，就收留他住在后院，替酒楼看管冰窖。掌柜可知这胡德全把女儿卖去了哪家青楼啊？好像是凤七楼。郡主不可。无妨，这是曼陀罗叶燃烧的粉末，寻常药店皆可买到。曼陀罗叶子，郡主的意思是，凶手先将死者迷晕，
在拖入这冰窖中，将其活活冻死。死者脸上的笑容就是证明。人在被冻死前，体内血脉运行极慢，很容易出现美好的幻觉，来避免肉身的痛苦。所以被冻死之人的脸上，大多都有笑容。死者身穿内衫，被迷昏时，应是正准备就寝。在他的住处，应能找到燃烧曼陀罗叶的证据。是。这曼陀罗粉就掺在灯芯之中。小婉儿，我们查到那个姓胡的卖亲生女儿的地方就在凤栖楼。第一名死者喝花酒的地方是凤栖楼，第二名死者赵家许养的外宅也是凤栖楼，这一个还是凤栖楼，我们都查到了。我们终于找到这几名死者之间的联系了。怎么了，小婉儿？是不是在冰窖受寒了？按说不会如此，也许是这连日勘探有些心急。参见殿下。哥，七哥，你干什么？我就咳几声，你放我下来。嘴硬。所有人听令，闭眼，转身。什么该看不该看，可都明白？明白。什么该说不该说，可都明白？明白。小伙子，不错，有前途。谢谢郡主，卑职应该的。不错不错。干什么呢？怎么了？眼睛直勾勾的，跟饿狼见了肥羊似的。我哪有啊？闭眼，转过去。什么该看，什么不该看，可都明白？这还是我在百草园的时候给你配的。我试过，祛寒的药效特别好。来，侦疗案查的怎么样？想让我查的我都查到了，不想让我查，我也早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我把真实身份告诉宁儿了。知道了，你赶紧闭眼睡一会儿吧，发发汗就好了。来。娘子终于醒了，身体好点了吗？快来吧，大家都等候多时了。他们和影七一样，都是军户出身。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尽管交给他们去办。日后就辛苦各位了。
那以后就请多多指教啦。走吧。小婉儿，我已经看中了一间客房，你可不能让给别人。什么客房啊？那是我给好姐妹留的闺房。那我的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婉儿身体不舒服，你还不赶紧跟我去干活？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当然是去凤七楼了，有我们俩出马，茶花楼的事你就放心吧。走。哎，七嫂，等你好了，记得请我稳去啊。快进去吧。张相士，你也来了。郡主若是不嫌弃，以后就叫我张老汉便可。还是叫你张相士吧，我正想着明日去接你呢。多谢世子殿下的斡旋，小老儿才得以早日脱离苦海啊。他就住在前院侧厢，也没有旁人知晓，没有你的令牌，他也出不了这院子。听说今日已出现了寒冰之刑，张某还是回房间里好好的琢磨琢磨观音镇的案子，免得某人老说我张某是招摇撞骗、唯利是图的小人。好使啊！你没看到他们？哎呦，吓都吓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给我次机会。哎呀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想要吗？想。谁若老是按我说的做，这些金子就是谁的。哎，都回去站好，站好。第一个问题，谁认识吴家四公子吴谦的？向前一步。我熟悉的，我认识。我警告你们啊，若是谁不认识装认识，后果只能挨鞭子。这就对了嘛。第二个问题，认识赵家许的，向前一步。就是给那中桃花赎身那个人。对。那我认识，我也认识。很好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谁认识胡德全的？向前一步。其他人先走吧，你们三个留下。走吧，走吧。咱们聊聊，还有谁跟你们打听过这三个人？这原本是堵高墙，我爹和秦二叔成为莫逆之交后，才改为花墙，还开了一个角门，方便来往。他们也都是各族的安慰。
还以为这宅子已经被炒没了。抄没的房屋也可以转卖。沈公清廉，这旧房屋地处偏僻，也没有贵人看得上这地方。再加上涉案，我才能以押行的名义把这买了下来。想哭就哭，受了委屈别憋着。我这是失而复得的高兴，我不委屈。我在马车上还梦见这棵树了。小时候，我不想做女工，就跑到这棵树上，我娘亲气得拿着戒尺站在下面直跺脚。有疼爱自己的娘亲责罚，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瑞王妃若在世，肯定也和我娘亲一样，疼你的时候，恨不得把你放在心尖上；你顽劣淘气了，恨不得一次就把你打个老实。我今天去大理寺，看到了我爹和晋王的案卷，我知道他们给我爹罗织了哪些罪名，给晋王又泼了多少脏水。不管这次我们需拼却何等努力，赢的都一定是我们。你在那案卷上可看到什么问题？那案卷上记录，晋王承认自己是在酒后威逼奸杀了瑾妃，可他写的承认不过是把晋王在审讯时的缄默不言记录成了无言以对。案卷上还说，晋王持着匕首立于瑾妃的尸首旁，一个喝醉到行如此恶逆之事的人，又怎么可能会站得住？那在沈公的案卷中，可看到什么可疑之处？那案卷上记录，我爹私藏了晋王案的证物，可那案卷上根本没有注明证物是什么。和晋王一样，我爹承认的表现也是无言以对。那2份案卷一定被李慕云动过手脚，我爹和晋王不可能会做出那样的事。我就怕这是李慕云设下的陷阱，若是让他察觉是你动了沈公与晋王兄的案卷，再禀告圣上，恐怕我就只能与你浪迹天涯了。是我太心急了。那李慕云如此处心积虑，就只是为了试探吗？恐怕他还想找出想为晋王兄翻案之人，再斩草除根吧。那我先按兵不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再忍忍，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你没事吧？好疼啊，疼死了！我也不知道它会掉下来。你别说了，都怪你，屁股疼死了，快把我放下来。啊，好。主子，郡主，你们俩干什么呢？你说。我本来想在郡主的院子里做一个吊椅，结果没成想它承受不住2个人的重量，就掉下来了。哎，哦，是2个人啊！郡主，都怪你，说那么清楚干嘛？婉儿，你先去看看福陵，今晚早些歇息。这些东西明日交给管家收拾就好。那你跟白将军也早点回去，不用担心我。跟福陵。可以呀，你这点子不告诉我？哎呀，主子，您都送郡主马车了，那我也该有些主意，哄哄自己媳妇儿，是不是？我要是哄不好我媳妇儿，你媳妇儿就不一定是你媳妇儿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郡主跟主子说了什么？哎呀，主子你就别生气了，以后我有什么主意，一定第一个禀告主子。让开！我让你让开！
有要事要禀告永慈郡主啊！吴主人令，任何人不得擅闯内院。放开他吧。世子殿下，你是从哪里招的人啊？也不看清楚是谁就动手，万一伤着我，看你怎么向永慈郡主交代。废话少说，找郡主干嘛？这是我按照观音镇3起命案总结的天时之律。没想到你还真有这本事。人命关天，世子殿下就不要再说风凉话了。按照我的推算，今夜将有第4次处刑。今夜就是第4次，比观音镇还多一次。是啊，这是按照天道社社长的行事章法结合天时历法所推算，但是具体推算的准不准，我可不敢保证啊。按照天时历法的关窍，我排演出7个日子，今夜对应的应该是炮落地狱。世子殿下若是信，就得派人准备了；若是不信，就当我没说过吧。眼下尚不知是否会有命案，更不知在何时何处，唯有彻夜巡查，才可及早发现火情。如遇火情，救人为要。是。出发！出发！子时出了，还没有一点动静。是啊。那是何处？那是东市玉器大街所在。击帮示警，命前火队奔赴火场。击帮示警。撤！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婉儿，胭脂，婉儿。做噩梦了？我梦见你身陷火场，吓死我了。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呢。出什么事了？炮落之刑出现了。看这里面都成什么样子，火了呀！这人现在是什么情况？châu儿，châu儿，châu儿，娘在这儿呢！châu儿，大娘，châu儿，娘在。大娘，你冷静点。那是受害人的母亲。行凶人只在受害人周身用了火油，所以火势才没有迅速蔓延开来。可惜我来晚一步，没能救下他。这王掌柜向来仔细，怎么会让店里走水呢？会不会和近日那几桩杀人案有关？不可能！听说行凶之人只杀坏人，王掌柜人那么好，怎会惹得那样的事啊？知人知面不知心的。别乱瞎说！只有咱们几人知道这几桩命案的内情，这些百姓们怎么会知晓？这些受害人都是所谓的坏人。因为天道社的人也知道，他们应是提前放出受害人的消息，然后再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，
若是京城之中有人利用天道社的存在铲除异己，挑拨圣心，那恐怕京城也要掀起一番腥风血雨了。可如今线索太少，不知道何时才能抓到行凶人。没事，我这也只是推测，事情未必就会演变成那样。你就只需要集中精神，查找线索，其他的交给我就好。好。军粮案的嫌犯正在押解回京，这段时间我可能留在兵部的时间比较长，我让白凤跟着你。不行，军粮案并不简单，你身边要有得用之人，我有燕玲和宁儿就够了。水。给我也来一口。我怎么了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别恶心我！你对我做了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故意把我灌醉？你要图谋不轨！天地良心，到底是谁图谋不轨啊？来，干了这杯！从此江湖上就流传着我们永离神探的传说。干！啊！什么永离？你要叫永不离。不离。行，干了就是永不离。你要是不干，就是永离。行，干！干！夏离子，我跟你说，其实除了小婉儿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。那是，这个我知道。还有，我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你要不要考虑嫁给我？我好难受，快帮我拍拍背。永离，这么难听的名字我都想得出来，果然是喝多了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啊？我记得什么呀？我就记得昨天头晕的要死。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就可以骗我了。我眼睛里揉不下沙子。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，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我才亏大了。你别胡说了。占了便宜不承认是吧？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回宫，去见太后还有大长公主，就说昨夜你和我一起外宿，让长辈们给我们评评理。你若敢说出去半个字，小心你厚此不保。小婉儿要是问起昨晚的事，你就说我们昨夜一直在查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还有，昨晚的事，你必须全都忘记掉，以后想都不许再想。
这话说的不对，我若真忘了，就没得可想了。若是不许我想，那就不必忘了。哎呦，二位昨夜玩得很是尽兴啊，不如昨夜的银子先结了吧？给钱。钱呢？郡主，此乃验状。小人已然检查完毕，死者双手呈环抱铜柱，从头顶天灵到脚底涌泉，皆严重烫伤，无法判定是否用了曼陀罗花粉。不过，尸身并无挣扎痕迹，且肺部发现有少许粉尘。我觉得，在起火前，受害者已然昏迷，死因应是烟雾窒息，脏器烫伤。而且，在尸身的背部还有现场的床榻，发现了少许水银，应是那红色铅粉笔朱砂燃烧后留下的痕迹。郡主，小人可有遗漏？方伯做的甚是周全。不敢当。郡主，小人说句真心话吧，我干了这个10几年，真的不过尔尔。直到遇到了郡主，方知此业可救人于生死，还世间于公义。小人此生无憾。辛苦了。哎，疼，奇哥，你们两个，一个世子，一个郡主，竟为了点花酒银子跟别人大打出手，你们知道“丢人”二字是怎么写的吗？哎呀，小点声，让人听见了就更没脸了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他们两个在凤七楼找到了线索。啊，对，非常重要的线索。认识3个受害人，并且向凤七楼的姑娘打听过受害人消息的，就是被染墨画馆辞退的雕刻师傅王信。以雕刻师傅的月俸，王信怎么会有钱常去凤七楼？小婉儿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雕刻师傅去花楼，不是为了花钱，是为了去挣钱的。娘子们撒个娇，哄的那些假酸文人公子送个印章、送个玉佩什么的。等这些雕刻师傅挣了钱，回头再给娘子们一点好处，大家不就都有了油水？哼，你对那里的事儿倒真挺熟的啊。花楼那些事儿，没有我花钱打听不到的。哼，你还真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把钱都花光了，我至于跟花楼的人动手吗？远宁郡主、世子殿下，你们得到的消息很有用，但是查案时贪杯宿醉，险些误事，功过相抵。若再有下次，我就不许你们跟着我查案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我去兵部的时候，可要护好婉儿。放心吧，有我和小宁宁在，小婉儿绝对不会出事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和他们一起去见王守昌的母亲。好。
小婉儿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昨夜喝醉了？若没喝醉，他身上怎么会有你的味道？我可没说。不瞒郡主，婵儿幼时确甚顽劣。8岁那年，她因玩火烧了一间废弃的茅屋，可没想到有个老乞丐躲在屋里避寒，听到惨叫声，她才知道屋内有人，但因火势太大，她想进去救人，却又害怕，可怜那老乞丐被活活的，真是造孽呀！可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？应该没有，可婵儿始终心怀愧疚，越来越沉默寡言，平时也就和染墨画馆一个叫王信的玉雕师傅多说几句话。他真不该死。王守昌纵火伤人性命，实属无心之过，并不是真正的作奸犯科之辈。此等潜心悔过之人，竟遭此等虐杀，还算什么替天行道？唉，天道亦是人心之道，如若人心偏离，替天行道变成了偏心己意呀。不知这天道上有多少人，若人人都如王信这般滥杀无辜，那京城岂不成了人间地狱？正想禀告殿下与郡主，按照此前测算出的行凶时辰，我已经大致推算出7次凶案对应的方位。张相士是如何推算出来的？司南，正是。殿下与郡主可知斗转星移？上古时期确定24节气，便是依据斗转星移。这个斗便是北斗七星的斗。我结合此前4起凶案的行凶时辰，发现案件发生的地点和方位与北斗七星的指向居然一模一样。剩下的3起命案的方位我已经在舆图上标注出来了。届时，张仙人我将手持司南，为世子殿下与郡主打个前锋，如何呀？太好了，那根据推算，下一次的命案就是石墨地狱。我们可以根据方位图，提前搜检有石墨的地方。我即刻联系巡防营，在这个方位提早布防。根据线报，城东南方向发现王信踪迹。从今日起，这一带所有的磨坊都要彻底筛查。巡防营的人会在城东南把守住所有的交通要道。郑府尹坐镇府衙，永慈和永宁郡主协助郑府尹居中调度。下官遵命。除了当日值守的衙差捕快，燕离、白风、詹不等，你们3人带上其余人手，假扮成平民百工进行暗访。不管是酒坊、油坊还是粮坊，通通派人盯防。如遇异动，即刻上报。是。
看死者手指后剪的位置，应是从事精细雕工的匠人。郑府尹，麻烦去请宁不易过来为死者画像。脸都只剩半张了，还可以画出来吗？画人像本就要先练面部轮廓，宁画师之前也画过，以他的画工，应该没问题。根据尸僵还有血液干涸的情况来看，此人在我们搜查磨坊之前就已经遇害。行凶人是预先在此布下了陷阱，这磨盘离门的位置并不近，周围也没有任何打斗和拉扯的痕迹。由此看来，应是受害者主动走到这个位置，既不反抗，也不试图逃离，说明受害者不仅认识行凶人，而且还颇为信任。案发时应是深夜，行凶人提前吊好磨盘，画好图案，等待受害者的到来。受害者从院中走进仓库，很难马上看清地上的图案和吊起来的磨盘。行凶人再有意分散受害者的注意力，受害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走上死路。由梁上的痕迹来看，砍断绳子的人应该就躲在梁上。看这绳子的插口，是被砍断了2次，应是行凶人怕事到临头，无法将绳子一刀斩断，才预先砍断了一半。可这平整的一端插口，是被一刀斩断的，像是被锯子锯开的，但是锯痕又比普通的锯子细小很多。我知道了，是用玉雕师傅的无齿锯锯开的，可以精确控制切口的深浅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还是王宪？要等恢复容貌才能最终确认。宁画师，诸位见谅，那死者的面容实在是惨不忍睹啊！明白，难为宁画师了。还请宁画师为死者画像。宁画师，以你的画工，根据死者的余下脸部轮廓画出完整画像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在下尽力而为。仅凭那半张残面都画得如此栩栩如生，宁画师栖身商贾，实在太可惜了。郑府尹过奖，在下既信不辱命，那便先行告辞了。啊，请。方才宁不易呕吐之时，我从水影中看见他并未吐出，只是发出了干呕的声音。我也曾察觉，宁不易第一次为吴谦画像时，也是恶性干呕。当时他一手搭棺，一手扶腿，身体前弓，但突厥恶心之人，应是用手扶住胸口和胃部来缓解不适。人在呕吐完毕后，面部或双眼都会因憋气涨红或双眼流泪，而那日他面色如常，眼底干净。
故作惊惧。宁不易有嫌疑。这样看来，宁不易很有可能就是此案的真凶。你为何能通过一个嫌疑人的画像，就推断宁不易就是真凶？因为本次命案的受害人，正是逃跑多日的雕刻师傅王信。这泥塑是我以受害人的头颅为模塑出来的，与宁不易第一次绘制的王信肖像吻合。彼时，他希望我们追查王信，所以画像未曾作假。受害人右手手指的后茧和左手的划痕，证明他从事的是精细雕工，与王信的特征又恰好相符。以宁不易的画工，不可能画不出死者的真实面容。他故意把王信画成别的人，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所以宁不易是故意毁掉了王信的头颅，还用玉匠的无齿锯锯断了绳索，就是故意让我们以为王信才是凶手。那宁不易为了掩盖罪行，刻意把受害人的容貌画得与王信不同，与我做的泥塑两相对照，更能证明他早已知晓受害人的真实身份。只有非常熟悉王信的人，才能知道如何微调，方可做到轮廓相近但面容相差的效果。他若不是凶手，又怎会知道受害人就是王信，还要费心遮掩呢？可宁不易要是死不承认他故意画错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证据。画台不为神似。哎呀，这不是奴家日思夜想的世子殿下吗？这位姑娘是？殿下才离了奴家的身子几日，就装作不认识人家了。几日不见，你又长漂亮了。改日我去找你喝酒。天离，你竟然三心二意，辜负我的真心，我这就是砸了翼王府的大门。什么情况？都不听人解释，上来就打人呢？愣着干什么呀？接着演呢？世子殿下，奴家等你啊。殿下，怎不去追郡主啊？还嫌我这一巴掌打得不够响啊？追上去还揍啊？郡主似是真心待殿下，世子殿下若是回忆真心，真心，我哪有那么多真心呢？我看你这儿好玩的东西还挺多的，挑几样送给他，让他消气就行了。正巧前几日我收了一柄小匕首，鞘嵌奇宝，甚是精巧，郡主应该会喜欢。行，就他了。东西被我放在家中书房。午后我还有些杂事要办，若殿下不嫌弃，不妨晚上后到寒舍一晤。成，一言为定。让白风替我去，为什么？毕竟殿下身份尊贵，此事太过冒险。对，而且我比较熟悉殿下，身量也像，比较可信。不行，宁不一眼又不瞎，我这容貌这风采，你冒充得了吗？我到底哪里像了？你到底要怎样？都是为了你好。我要自己去，我最清楚要做什么。至于危险，谁去不危险？你们不让我去，是怕我抢了头功，还是说你们像京城那帮人一样瞧不起我？若真怕我出事儿，政府眼，你就多派点人手，把那个混蛋的家给我围住了。白风、展阳，你们就多出点力。
早点拉我出来。宁不疑性情阴狠，又心机深沉，说他已经发现我们开始怀疑他，形势只怕会更为残暴。你千万要小心，这里面小的是解毒药，大的是外伤药，一定不可掉以轻心。鹰哨？不行，这是七哥给你防身用的，我不能收。你拿着，只要人活着，无论伤得多重，我都能给你治好。小婉儿，你这个妻嫂，我认定了。小宁宁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搞得好像生离死别一样。你就只要记住，我们好兄弟一辈子就行了。好，一辈子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出发。请。好喝好喝，茶艺不错啊。殿下请稍等，在下这就把匕首取来。去吧。怎么会湿了呢？冷静冷静，鹰哨可不能再丢了。殿下，走了。宁不夜，你再咳下去，要晕了。住手！要杀便杀，但是不许贪图我的美色。醒得还挺快。就你这小身板，能有多大劲儿啊？小爷我就是装晕陪你玩一玩，真以为自己得逞？蠢货！你以为亲我就能死得痛快一些？别着急，我会避开要害，用这把匕首将你的身体一点一点锯成两半，让你亲自看看你的五脏六腑。小爷我这辈子还有这么威武的死法，痛快！原来你喜欢威武的男人，那我怎么能成全你呢？不如宁不夜，你有种现在就杀了我！七哥，严离到底去哪里了？我们中计了，宁不疑刻意留下一条假的暗道，不过他应该走不出这个院子。白凤，给我继续搜。是。
斩妖，搜。是。燕池，你快看，有暗道。宁不夜，小爷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儿。按照你们天道社的规矩，你还不能杀我。天道社，天道社，你竟指我天道社，很好，很好。那你应该知道，日棉花素柳，诱骗永宁郡主真心，活该受到刀具之刑。我冤枉啊！我还是纯的纯阳童男呢。我只是害怕一个人睡觉，才天天去花楼的。我对小宁宁情根深重，我们早已情定3生，在凤栖楼共度春宵了。再敢胡说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殿下，殿下，你没事吧？燕离。哦。燕离呢？哦，这边，在这儿。看我不剁了你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看我不剁了你！你给我过来！离殿下活着就好。他这活法可不容易。郡主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我何时怀疑你并不重要，若不是你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杀王信灭口，我的怀疑就只能是怀疑。自首，我必须得杀他。他们都是罪有应得，贪婪之人就该受施压之刑。观音镇的案子也是你做的？那个时候做的还不够好，许多事该有所了结了。可是你创建了天道社。天道社，你们要杀我，便杀。但我若能多活1旬，我定杀你，一成大道。哦，那你倒是告诉我，我何罪之有？我手上的人命，比殿下一战所死的冤魂差之千里。你怎配与保家卫国的战士们相提并论？胜者为王，败者寇。
今后随你们去评断。只可惜啊，大业未成。他死之已决，此案就在此了结吧。关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哎，别关门，别关门！是何人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翼王世子，快开门！殿下恕罪，开门，快开门！亚林，你给我站住！那个人冒充永宁郡主，把他拦住。是。别伤着他！你敢说我是冒牌？救命啊！我杀了你！就是他。肌肤已成气血枯竭之状，哪怕不自戕，他也活不了几日。看来这吴一花就是天道社的标记了。难怪张能玄推社之时要弯曲心头肉，就是为了遮掩天道社的存在。明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还要费尽心思枉害庶人性命，这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。面具以张木为底，漆白色，是根据宁不易的面部轮廓精心打造而成。张木质地坚硬，除非胖瘦轮廓与宁不易完全一样，否则别人无法佩戴。而且白色也暗沉发黄，可见已制成许久。看来你识得这面具。白色面具只有社主才有资格佩戴，另有副社主佩戴的是银色面具。这么说起来，宁不易就是天道社的社主吗？京城这几起命案的真凶算是落网了，只是还有其他党羽还未肃清。宁不易已死，我们只能加强防范。郑府尹，还请你增派巡查城内外的人手，追捕天道社社主。是。主子、郡主，宁不易的身世查到了。岷江与沁河皆生水患，朝廷筹得赈灾粮，由誉王亲自押送至湖州。然湖州布政司暗查副使宁守德贪腐赈灾钱款，以致救灾不利。宁守德却不知悔改，拒不认罪，判斩刑。罚没家产，子孙3代不得科考入仕。宁守德就是宁不易的父亲。他一个小小副使，又岂敢全贪？不过是因为誉王是圣上的皇叔，不敢查他罢了。他父亲不过是做了贪墨犯首的替罪羊，父丧母亡，难怪他会怨这天道不公。婉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你适才可是想起了沈公的冤屈？是。一想到朝堂之上还有和父亲同样，宁不易的父亲和沈公不一样，他虽不是主犯，但也确实手脚不干净，判斩不冤。是啊，宁不易若想追求真正的公道，就该想办法令誉王认罪伏法，而不是用普通民众的性命以泄己私愤。我错了。你没有错，你只是太过于善良，有己其人而已。错就是错，你不用安慰我。推案时，随即以己夺人，我没有看完案卷便往下定论，还将自己的心绪泄露人前，确实错了。郑府尹和展阳虽不是多嘴之人，但日后在他们面前言语还是小心为上。多谢你直言提醒，得此贤夫，三生有幸。
听说行凶之人已经伏法，此案你办得很好。启禀陛下，此次案件得以成功告破，永慈郡主功不可没，政府饮鸩白石也配合得宜。永慈的功劳当赏，你的罪过也当罚吧。还请陛下明示。军粮贪污案的嫌犯已进京数日，至今仍未结案。不知你是无视朕的谕令，敷衍塞责，还是因为朔溪军的内部盘根错节，令你无法下手啊？回禀陛下，臣已查明，朔溪军中的确有些蠹虫见利忘义，只因正搜寻证据，才未上达圣听。但臣敢以性命担保，朔溪军中的蠹虫难以撼动清白的根基。父王御下的确有疏漏之处，但麾下众将士无不弑君至终，不敢上下串通欺瞒圣上，还望陛下明察。来，上来，帮朕把这灯点上。是。还请陛下收回火折子。你这是在与朕置气呢吗？臣不敢。那你为何要将这火折还于朕呢？这折子本就是陛下的，自然也要还于陛下。朕只是赐予臣下点灯之责，而非将这火折赐予他们。可这如此简单的道理，有人却是佯装不懂。朕与你父王虽是兄弟，但亦是君臣。若他不能撤除朔溪军的隐患，朕怕是再难安枕无忧了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望陛下允臣前往朔溪，揪出那贪腐小人，扬天子之威，以慰圣先。好啊，那就去吧。此事不要让外人知晓，只要你父子二人同心同德，朕便安心了。臣遵旨。主子，各组来信，说太子已将军粮送到，在交接的时候，大帅发现咱们的人在私下查账，将几个兄弟罚了军棍后关了起来。父王可真是糊涂，如此护着那几个朔溪官吏，任谁都会以为他将朔溪军视为禁乱。圣上本就因此不满，若是再不主动交出那几个贪官污吏，圣上肯定会借此收编整个朔溪军。我赶回朔溪与父王摊牌，你留在京城照顾婉儿，若有任何差池，提头来见。是。若永慈郡主问起来的话，就说我去查军粮贪腐案，我会尽快回来。属下明白。杀人凶手可确定是宁不义？宁不义在犯案的时候被瑞王世子当场抓住，他对所犯命案供认不讳，证据确凿。那既已证据确凿，又是当场抓获行凶人，那为何正凶要在卷宗结尾处标注一句“此案未清”之说呢？因为证人张栋玄指出，除了宁不义，天道社还有其他社主，而副社主也是另有其人。那正凶可有线索能找到这个副社主？
暂且没有。可有证据证明是这个副社主指使宁不义杀人？宁不义既是社主，有谁可以指使他？郑兄，刑案文书当一案一结，既结案，就当事了，万不可多生枝节，提出悬而未决之事。改日圣上要是问起来，郑兄要我如何作答？难道让我跟圣上也说尚有余孽待查？李兄的意思是，此案搅得京中人心惶惶，早结此案对圣上还有百姓都是好事，更何况圣上对翼王世子甚为爱护，若知晓你们为查案任由他身涉险境，圣上要是怪罪下来，恐怕连瑞王世子和永慈郡主都会受到责罚。所以依本官之见，此案不如早结早了，对各方都更为稳妥。这样啊，多谢李兄提点，下官定将其卷宗删减重写后，再提交圣上。那就提前预祝二位再立新功。李兄，慢走。小婉儿，你快跟我进宫去，我泽哥哥马上就到了。你泽哥哥是谁啊？西王世子啊，我们已快10年未见了。他在堂兄弟间排行老3，小时候对我最好了。先信王妃和七哥的母妃原来是手帕交呢，他也自小和七哥两兄弟交好。好，走。信王世子到。殿下，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好了，不必行这些虚礼。宁儿，快扶你三哥坐下。哦。泽儿，你这些年在外寻医，这眼疾怎么还未治好啊？皇祖母，别担心，孙儿已有好转，只是这眼睛还经不住强光，得用药金养着。让婉儿给你看看。孙儿求之不得，正是因为听说了医仙盛名，这才急赶着回京的。永慈见过世子殿下。郡主，不必多礼。多谢。还请郡主莫让祖母忧心，改日我会请永慈郡主过府相诊。是。婉儿，怎么样啊？太后不必担心，世子的旧患外障已除，只于肝积入目，气滞血瘀，有些肝肾阴虚、痰热郁结之象，只需用针灸和药食调理，定能康复。好，有你这个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今天大伙儿都别走，留在我这宫里用膳。哎，小七呢？他三哥回来，他也不进宫来看一眼。来风说殿下外出公干，过几日便回。这上巳节马上就到了，他可别误了日子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大伙儿要陪着我好好热闹热闹哦。谨遵太后懿旨。泽哥哥，喝茶。
宁儿，不必如此小心。这么多年，我早已习惯，可以照顾好自己。宁儿，快来！我这药茶最可安神助眠，咱们一人一杯，喝了今天都能睡个好觉。我呀，是睡不好了。郡主，今日到底是怎么了？一直闷闷不乐的。要是闷得慌，可以去找黎世子玩啊。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非要找他去玩？那你为何心事重重的？自从今天见到信王世子，你全身都不对劲儿。我跟你们说吧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那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我6岁那年，第一次参加冬猎，因为太子和成王哥哥斗狠，都不肯带我骑马，我就赌气，独自溜去马场。那天风雪特别大，我中途迷了路，只有泽哥哥发现我不见了。我怕丢人，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狼狈样，泽哥哥只好冒着风雪，一路把我背回庄子去。结果被雪光伤了眼睛。那年，他也还是个孩子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泽哥哥的眼睛就看不见了。这位世子殿下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儿。他的眼睛是逐渐失明的，还是从那日起就彻底无法视物？应该是从那日起就失明了。太医也没有办法。近些年，泽哥哥寻遍名医，今日看来，并未痊愈。他眼睛此前可受过外伤？没有。那之前可有过眼疾？好像也没有。不过泽哥哥从小就体弱多病，他看东西时间久了眼睛会疼。若非我如此任性，他怎么可能病成这样？自己做的孽，自己还。我想嫁给他，好好照顾他一辈子。为什么？那是你年幼时无意的过失，为何要用一生去偿还？因为没有一个京城贵女会愿意嫁给一个残疾的闲散宗室。既然是因为我任性，害泽哥哥失去了一辈子的幸福，那我就不能弃他于不顾，我要为他负责。可是婚姻要两情相悦，不能因为一时的同情而将就一辈子。我是心甘情愿的。那燕离怎么办？对啊，我不知道。我想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他应该也会很开心吧。福莲还说了什么？他还说，永宁郡主已经铁了心，你若再不争气的话，那谁都帮不了你。我都差点被人活砍了，我还要怎么争气啊？我这清清白白的身子，他看也看过了，抱也抱过了，现在我得了风寒，人都不知道在哪儿。这女的好狠心，看也看过了，抱也抱过了，哎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这不重要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这确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人家郡主现在不想抱你了。白风，但是永慈郡主说了，风寒可是要死人的，您最好老老实实把药喝了。要真死了，不仅要劳烦永慈郡主过来验尸，到时候永宁郡主可就更踏实的跟着信王世子跑喽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没死呢，他就想着改嫁。你先把药喝了呀！我看他还想得倒挺美的，想得美。哎，听宁儿说，殿下自幼便身体不好，可否告知病因？殿下若要根治眼疾，就不可对医者有所隐瞒，否则即便一时有所缓解，不日便会复发。
郡主此话怎讲？这张内服的方子，针对的是殿下脏腑之疾的表象，但从脉象来看，另有病因。我有个推测，可以解释殿下的脉象与脏腑之疾为何有出入，只是需要殿下的既往病史做印证而已。我早已忘记儿时之事，恕我无法奉告。原来，殿下早就知道自己儿时被人下过毒。小医仙果真医术不凡，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若真因此致我双目尽毁，也只能说造化弄人。只求郡主尽力施为便好。殿下既豁达至此，用词必如你所愿。郡主，早点休息吧。白风，郡主，殿下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圣上在军粮案上对王爷有些误解，只能主子亲自回朔溪处置。那你为何不跟着他？万一这路上……郡主放心，从朔溪到京城的这条路，主子熟得很，绝对没问题。主子把属下留下，就是为了护着郡主。郡主安好，主子便好了。